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终于我们等到了珍珠的报告。然后这一次的测试，我们是打温泉啊，只是操控一个部队而已，所以没有办法给大家看一下其他部队的比较，只能比较一个部队而已。所以之后我还是会再另外做了一份报告，是讲全部队伍里面的战报比较。然后我这一次测试的都是用这一套装备，这套装备不算说是特别好了，不过鞋子是已经有5觉醒了，跑得会比较快一点。至于军器的话，就是共用这一套，我今天只是用鞋型而已，我没有去抽原型，所以没有办法给大家看原型了。不过我后面还有另外一位玩家的报告是有原型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当然了，我这里没有专属铭文，可是我后面分享另外一位玩家的报告是有专属铭文的。但是我这个军器我相信是比起一般玩家还要好一点点了吧，毕竟这边的提升还蛮高的。我们这次进入主题，首先分享的报告是珍珠搭配里程柜。其实在之前看技能的时候，我是比较推荐大家用珍珠搭配里程柜的，但是在我实际使用之后才发现到其实这个组合并不推荐。我发现到当珍珠搭配里程柜的时候，速度是真的很慢，尽管我是已经有5觉醒的鞋子了，还是很慢。再加上里程柜本身输出就不是很高的关系啊，所以就变成说它的报告就没有这么好。当然我在打第一份报告的时候，其实还在怀疑这是不是我的问题还是怎样。后面我又再去做了一次测试，发现出来的结果也是一样啊。你们可以看到它的报告是真的连贯性下去的，就是因为它跑不掉，而导致最终它的报告就没有这么好看。但如果有操控得到的话，基本上1:1还是可以拿到的，因为我看其他人的报告比较亏一点所以珍珠搭配里程柜的缺点就是跑得比较慢，然后输出不够高。下一个就是珍珠搭配诸葛亮，或者是诸葛亮搭配珍珠，我有互换主将跟副将。现在我所分享的报告是由珍珠做主将的，那我感觉下来珍珠搭配诸葛亮算是在我今天测试当中排行第2，用到比较好的组合。那么最好的组合是哪一个呢？我等一下再讲。这一次我打架的过程呢，是有全部录制下来放在 YouTube 或者是哔哩哔哩的，就是正常的野战战斗而已，打出来的报告还是可以赚2.5倍左右。那严格来讲，其实用珍珠搭配诸葛亮的时候，速度还是稍微有点慢，但搭配诸葛亮的好处就是诸葛亮本身爆发会比较高，就变成说尽管它速度会比较慢一点，但是它可以打出更多的伤害，还不至于像里程柜那样子跑得慢就算了，连伤害都没有多少。但是把诸葛亮作为副将的话，我个人觉得是有一点浪费的。所以我另外一个测试就是用诸葛亮搭配珍珠诸葛亮做主将，也是差不多2.5倍的战损。但是你们可以发现到，当主将跟副将互换的时候，其实重伤比也是有更改。显然的，当珍珠做副将的时候，其实重伤会比较多一点，因为珍珠如果做副将的话，它就是用真实伤害，真实伤害打出去的伤害真的没有多少。如果你们看回我的直播录像的话，就可以发现到，其实当我用珍珠作为副将的时候，它打的时间会比较长，比起我用珍珠做主将快要多出3倍的时间吧。虽然生存的时间更长了，但是重伤比多出了一点，然后它的战损比也没有说多得很夸张，所以我觉得比较起做副将，我会更加愿意用珍珠做主将。这里我切换2份报告给大家看一下对比有什么差别。但如果是真的为了要持久的话，其实珍珠做副将确实坚持的时间会比较长，多出了3倍的时间。只要你的部队操控得不错的话，都可以打很久。因为珍珠做副将的时候是有治疗效果的，就变成说你不用一直来回去替换部队。下一个搭配就是用珍珠搭配海尔曼，其实我测试出来珍珠搭配海尔曼感觉效果并不是这么好。虽然之前我们看单挑测试或者是围殴测试的时候，珍珠海尔曼表现还不错，但是实际上带出去打仗的时候，其实没有这么好。报告是有比里程柜好一点点但是出来的战损比呢，其实都是1:1左右而已，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速度方面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总感觉它的输出好像不够。而且 AOE 范围是半圆形没有像诸葛亮这样子有圆形的范围，爆发也不够多。当然我也是怀疑说是不是我自己操作有问题，所以我做了第2个测试，结果出来报告也是一样1:1而已。那各位可以从报告上看到，我是真的正常战斗，避免让我自己的怒气断掉。如果操作的好的话，其实还是可以赚1倍的战损。我这里报告不太好看，主要是因为最后一份报告是被敌人给打死。不过这个搭配我不算是特别推荐的组合，后面还有更加推荐的。下一个亚述巴尼巴 OK， 我知道有一些观众看到我用这个组合搭配的时候都觉得我疯了。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搭配组合呢？纯粹是想要尝试一下而已，没有想到出来的结果还蛮不错的，表现是真的有点让我惊讶，超出了我的预期。
我原本想着说他的报告可能就1比1而已，没有想到是接近3倍的战损。操作手感方面也是还蛮不错的，不过也不算是最好的，可以说是排行第2左右吧。表现是跟诸葛亮差不多的，只是一个差在于有爆发，另外一个是速度比较快。当然这个组合我也是有替换主将跟副将的位置，所打出来的战损比还是有赚1倍左右。但是你们这边就可以明显感受到，当我用珍珠做副将的时候，重伤是真的比较多，可是打的击杀也就提升一点点而已，然后生存的时间也会比较长。并且我做这个组合测试也是为大家着想啊，因为真的有一些玩家可能是想要替换布迪卡，想要试试看用珍珠搭配亚速巴尼巴，这里的战报你们就可以作为参考。最后一个搭配是我觉得在今天的测试里面手感操作最好的。那其实尼布的行军速度提升也就15%而已，跟其他的工兵统帅提升差不多，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用珍珠搭配尼布的时候，它的操作手感就有点像骑兵那样子，跑得很快。而且所打出来的战报也不会说太差，都是有赚1倍左右，表现比我预期想的还要更好。而且尼布贾尼撒也是有半圆形 AOE， 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啊。假设你们诸葛亮有其他的搭配组合，比方说搭配海尔曼的话，这样你的珍珠就可以搭配尼布或者是亚速巴尼巴，就会有多出其他的选择。那原本我想要做更多测试的，但是对方放弃了，就变成说我只有1份尼布贾尼撒的报告而已。但是98他也是有去觉醒珍珠，也是有打出了一些报告给我们做参考。那其实我看到他的报告跟我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我觉得这个跟他的操作方式有关系吧。然后98他打的方式呢，感觉都是一直往里面冲就变成说反而在我那边比较赚的报告，在他这里就比较亏一点。但他实际上是怎样操作的我就不清楚啊，因为我自己本人打架呢肯定是会拉扯的。他使用诸葛亮的时候战报差不多1比1吧，有时候赚1倍，但是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亏的他怎样操作我真的不懂因为我自己操作出来，就算真的有被打的情况下，还是可以赚1倍的战损啊，所以这个就不懂了。还有我看他珍珠所携带的阵型其实是圆形阵的，照理来说他应该要用楔形阵才对的，毕竟他只有副将的时候才会有真实伤害。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因为用错阵型的关系而打出这样子的报告，因为我看到他后面有用诸葛亮做主将，虽然一开始报告也是被打了，不过在后面报告就比较好一点了，都有赚1倍。所以除了操作方面的问题之外，我感觉一部分也是跟他的阵型是有关系的。像他后面使用海尔曼的时候也是用楔形阵，报告也是比较好看，都有赚3.5倍或者是2倍。他也是有尝试用亚速巴尼巴搭配珍珠，所打出的报告结果跟我是差不多啦，除了前面一开始被打之外，后面基本上要赚2倍的战损比是没有问题的。后来他有使用珍珠搭配里程柜，这个也是他评价最糟糕的组合他说这个队伍走得太慢了。那么98的装备跟我是一样，是已经有5觉醒的蝎子了，但是操作手感上面也是不太好，所以最后他也是放弃了用珍珠搭配里程柜这个选择，反而最后他是有推荐我用珍珠搭配尼布贾尼撒，也是在他这么多的组合搭配里面评价比较高的，战损比也是有2倍以上。最后就是分享他的装备还有军器，他的珍珠就是使用圆形阵，但是他的圆形阵争议不算是特别高了，只能说一般般而已。不过98的装备是已经完成了，他是全部都已经5觉醒，除了饰品，然后全部装备都有专属。他在其他的测试中也是用同样的装备，用楔形阵的时候就是用这一套军器，有2个专属2个专精。至于珍珠的天赋跟回原本诸葛亮的天赋一样点就可以了。最后总结，我个人其实比较推荐珍珠搭配诸葛亮、亚速巴尼巴或者是尼布贾尼撒，不推荐里程柜。
至于酒吧的话，他个人是比较推荐搭配尼布贾尼撒，不推荐李成贵。并且我们2个人的水晶科技是已经差不多了的，只是剩下最后7个部队之后的整理没有提升而已。当然，战场的环境、玩家的装备、军器还有操作都会有影响到战报。就像我跟酒吧的战报也是有些许不同，所以各位作为参考就好。当然之后也是会再分享更多的战报。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各位对于珍珠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